一國首相是否下台，竟然由美國總統先在社交平台上对外發聲，這件事本身就很荒誕。6月21號上演的一幕呢，是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不斷向盟友們施壓的一個縮影。不管是英國、德國還是意大利、法國，歐洲主要盟友幾乎沒能幸免。美國把盟友當作下屬任意驅使的行為還能持續多久，值得商榷。大家好，我是謝飞歡迎来到今天的謝飛觀察。6月21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呢直接在社交平台上發文稱，英國首相斯塔默要辭職了指責其移民、能源两项的这个政策全部失敗，并且還在文末假裝送上祝福。這個消息傳出之後，唐寧街這個仍對外表示首相會繼續任職。那麼英美兩國首腦呢在周末沒有通過話。唐寧街內部消息顯示，斯塔默本人從來沒向美方透露過任何辭職的意思。那麼英國媒體人的這個佩斯頓就直言不諱地說替別人家的首相宣布辭職，特朗普的做法實在是太過分了。評論人這個皮爾斯·摩根更是把這件事兒稱作是對英國極大的羞辱。僅僅一天之後呢，6月22號呢，英國首相斯塔默呢在唐寧街門前發表電視講話，正式宣布辭職。他說當天一早呢就給英國國王打電話告知了決定，將以看守首相的身份呢繼續履職，直到工黨選出新的領導人。那麼黨內的提名程序呢將於7月9號開始。斯塔默承認在和內閣同事們一起復盤之後，他們意識到這個斯塔默已經不再適合帶領工黨衝擊下一屆的大選。那麼對於議會黨團的態度，斯塔默表示可以接受。那與之前他毫不退讓的這個態度呢是判若兩人了。在短短的1周之內，形勢就發生了逆轉。那麼顯然呢，這場這個政治颱風呢並不是突然爆發的。今年的5月的地方選舉當中呢，工黨遭遇慘敗，失去的35個地方議會的控制權，將近1500個席位。那威爾士工黨呢也失去了100年來保持的這種執政地位。黨內的上百名的議員呢要求斯塔默下台，並提出了權力交接的時間。你看，前衛生大臣國防大臣等一連串的人遞交了辭職信。就在6月18號前曼徹斯特市長伯納姆就以54.8%的得票率在補選裡邊重新回到議會。之前還有議員主動為他鋪路。那這次的勝利呢，使得斯塔默的支持度跌至谷底。伯納姆呢勝選之後表示說這次勝利呢將會成為這個工黨局勢的這麼一個轉折點。那麼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這種嘲諷聲中一國首相斯塔默黯然離場，這並不是一個偶然個例近幾個月來，美國呢對各個盟友進行了這種多次的施壓和敲打，而斯塔默和特朗普的這種矛盾最為尖銳。那麼今年4月呢，英國不聽美國的要求不派兵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於是惱羞成怒的特朗普公開貶低斯塔默不如丘吉爾，指責呢英國不願意做基本的配合。剛剛結束的G7峰會當中呢，這個美英兩國並沒有安排單獨的雙邊的會談雙方的這種冷淡程度應該說是一目了然。德國總理呢也多次被特朗普頤指氣使。4月底呢，德國總理呢就公開質疑特朗普的對伊政策直言美方在這個伊朗問題上處處被動，拿不出什麼可行的談判方案，隨即被特朗普批評叫做不懂局勢，要求德國呢先解決自身的移民能源難題，少插手域外的事務。此後呢，美國宣布削減約5000名的駐德美軍，還放出威脅就可能進一步的裁撤駐德美軍的數量。那意大利的情況呢就更讓人難以置信了。那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呢本來是美國在歐洲關係上最為親密的這個夥伴了，也是唯一受邀參加特朗普就職儀式的歐盟領導人。但是此前呢，格陵蘭島的北極部署事件當中呢，梅洛尼明確拒絕派兵參與相關的行動，此舉還招致了支持這個派兵歐洲國家的非議。但是呢，其實在這個態度上，梅洛尼一直在表示說自己不贊同這個特朗普的行為，於是美意關係就立刻惡化了。在G7峰會之後呢，矛盾就更加激化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对外宣布，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主動要求合影，自己只是出於同情才答應的。但是這個說法被梅洛尼堅決地否定了，說這是捏造出來的意大利呢不會主動去討好美國。
意大利外長呢隨即就取消了訪問美国的行程啊，並表示呢該言論是对意大利整個國家的冒犯。那麼加拿大总理呢長期與特朗普的這個立場是相反，在達沃斯論壇上發表的言論呢，曾經使得特朗普憤怒不已。本次的G7峰會期間沒有獲得雙邊會談的機會。那作為峰會東道主的法國也處處受限。會前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呢放出狠話，要對法國葡萄酒徵收100%的關稅。那麼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強硬回應，說美國無權干涉法國立場。為了防止美國像上屆加拿大G7峰會那樣中途的退場，那法國特意在凡爾賽宮舉行了一場晚宴才把美方留住到了這個峰會的結束。那美國對盟友的態度呢，一向是順從就交好，反對就打壓羞辱。但是經過了格陵蘭島主權的爭端、多次的貿易摩擦和伊朗的衝突之後，歐洲各國的心態，說實話已經發生了变化。那相關分析指出2025年的時候呢，歐洲的安全防務十分依賴美国，遇到了与美国的衝突問題，大多選擇退让。但现在歐洲對這個烏克蘭的軍事、財政援助這個規模已遠超美國，地緣環境呢已經發生了變化，那各國的忍讓已經到了極限。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呢這個反擊說特朗普應該多關注一下自己的這個支持率。德國總理呢表示，自己國家呢已經做好了應對美國的準備，而法國總統馬克龍堅持自己的戰略自主。那你看，這些強硬的聲音已經成為了歐洲對美政策的一個主旋律。那麼美國智庫的研究員也承認這個美國不改变霸道的行事方式，將會迎來歐洲的全面對抗。盟友不是从屬下屬容忍呢總有一定的限度。曾經的最親密的夥伴都公開表示不會刻意的討好美國。美國這種單方面的這種居高臨下的霸權模式，那是不能長久的。好了，感謝收看這一期的协會觀察，希望各位的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